想过打电动也可以参加奥运吗？前阵子呢，奥委会正式宣布在2025年会举办电竞奥运。但是这样决定出来之后，意外的引起了很多不同的辩论。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奥运电竞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大部分人小时候呢，可能都有被爸妈禁止打电动的经验哦。但在过去的30年来，电竞已经发展成了一个越来越庞大的产业。根据统计，电竞比赛的总观看人数已经达到了 NBA 的2倍，产值也逐年的上升。近期奥委会也宣布呢，会在2025年举办电竞奥运，跟冬奥、帕奥放在同等的地位。但即使是这样子哦，电竞的地位也还是饱受争议。有些人批评说，电竞不像传统体育那样子呢，有大量的体能活动，不应该被纳入奥运里面。就连奥委会自己呢，过去也曾经表示说，电竞就不符合奥林匹克价值观。而电竞的支持者也不满说，电竞明明跟其他运动有很多类似的特质，奥委会这次另开一个赛事，只是为了赚钱做做样子，并没有真正的重视这个产业。那今天的影片呢，我们就要来聊聊电竞到底是怎么样走进奥运的。这一次的电竞奥运有什么样的争议？电竞到底该不该被当成是体育项目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呢，先让我们进行到工商服务时间。你是行销人员吗？是否曾经想过怎么让自己的品牌在茫茫的广告媒体当中吸引到大众的目光呢？或者有新的产品服务需要把抽象而且复杂的资讯有脉络的解释给消费者呢？或许你可以考虑用动画来解决哦。简讯设计长期为企业制作形象动画，用创意有温度的故事传递核心价值，而且50% 以上的观众会因为动画而提升对于品牌的好感度。另外也有专业的解释型动画，透过视觉的转化，一步步让受众了解产品的功能或服务。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专案，我们的团队呢都会帮你从前期计划到影片制作，帮你规划好一条龙的流程。此外呢，如果你还有像是其他的 logo 动画频道片头，只要是跟动画设计相关的需求，都欢迎来信洽询哦，价钱都好谈。那首先呢，要来定义一下到底怎样才算是电竞，并不是打电动就算是电竞。根据这个奥委会的定义，所谓的电子竞技是指利用电脑游戏主机、街机、手机等等的电子设备作为运动器械来比赛的项目。在操作上面呢，特别强调人与人间的智力与反应的对抗。那一般公认最早的电竞比赛是1972年在史丹佛大学举行的太空战争 Space War 电玩比赛。当时这个比赛呢，参赛者只有24人，冠军的奖品呢是1年份的滚石杂志。而到了1980、90年代呢，随着快打旋风、CS、星海争霸等等的游戏爆红，电竞产业开始逐渐的成熟。21世纪后呢，随着这个网络还有智慧型手机普及，电竞更是迎来了一波新的大爆发。到了2024年呢，全球电竞产业的市值预估会超过40亿美金，而观众的数量呢会超过5亿人，而且这个数字每年还不断的成长，表示市场远远还没有饱和，有很大的发展潜力。那随着电竞的市场越来越大电竞比赛的运作模式呢，也有一些跟体育相似的地方，因此不少国家也开始思考说，要不要把电竞纳入这个体育项目的范围里面，好好的去管理跟推广。在2000年前后，就有很多的国家政府陆续把电竞纳入正式体育项目当中，像是俄罗斯中国、南韩、土耳其、菲律宾、加拿大等等国家都开始想要用体育项目的方式去管理电竞，包括由政府提供补助，让选手可以享有国家队的选拔、培训、参赛的待遇，还有提供专门的教育训练、颁发执照和考核制度，出国比赛的时候呢，提供签证方便等等。而在台湾，我们在2016年修订了运动产业发展条例，正式的把电竞纳入在运动项目里面。但是除了政府官方的承认要让电竞成为正式体育项目的另外一个重要里程碑，是得到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认可。这样子呢，就能够进入亚运跟奥运的项目当中，得到与一般体育项目同等的资源跟曝光度。而这个提议呢，其实早在2007年就已经开始。在各方的争取之下呢，2017年国际奥委会呢也已经正式的表示说，因为电竞选手为比赛所付出的准备日常训练强度等等，都可以与传统体育项目的运动员相媲美，因此正式认可电竞为体育活动。不过奥委会呢也没有就这样子打开大门他们表示说呢，目前还没有将电竞纳入奥运计划，而主要的原因之一，竟然是因为电竞太暴力了。根据奥委会的规定呢，一个项目要进入奥运的项目呢，有非常多严格的评选标准要通过，其中包含了要有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全球性组织，这个项目呢在世界各地要足够的普及，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符合奥林匹克精神。
而电竞虽然已经有足够的普及程度但在2017年的时候还没有被奥委会认可的统一全球性组织，像是传统项目的某某协会等等，能够帮助奥委会管理跟协调各国比赛状况。再来，奥委会主席巴赫呢也提出说，不少委员对于电竞的暴力元素感到担心。他们表示，奥运的重点呢是为了推广和平精神，但是电玩里面常常出现的暴力杀人、爆炸等等元素，并不符合奥林匹克的价值观。换句话说，像是英雄联盟CSGO 或是绝地求生这种用杀害对手来取得胜利的游戏，并不符合奥运抢救和平的精神。这个说法当然就引起了不少的反弹，很多玩家呢就批评说，言论根本是守旧思维作祟，奥委会呢是故意要阻止电竞入奥。但其实对于奥委会来说，把电竞纳入奥运也是一个非常诱人的提案。因为过去几届奥运呢，奥委会在面对观众人数减少、收益逐渐下滑的压力，如果能够纳入电竞这个消费力跟年轻族群关注度很高的项目，无疑呢会是对奥运注入一个新的强心针。所以在2017年之后呢，奥委会跟支持电竞入奥的各个组织都很积极的在进行各种的尝试跟协调。那为了回应奥委会的需求，2024年1月呢，世界2大电竞组织达成了结盟的协议，希望能够统整电竞产业的力量，推动申请奥运。而奥委会本身呢，也在不同的大型赛事当中尝试加入电竞项目，比如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首次呢把电竞纳入了示范的项目当中。那去年的杭州亚运呢，电竞成为了正式比赛的项目，比赛项目包含了绝地求生 M 传说对决 Dota 2，还有这个英雄联盟快打旋风等等。另外呢，在奥运方面2021年举办的东京奥运，奥委会其实也同时进行了第1届奥林匹克虚拟系列赛。竞赛的内容呢是体育类的虚拟游戏包含像自行车棒球、划船等等。而再来呢是去年的2023年，奥委会也在新加坡举办奥林匹克电竞周，同样的是用传统体育结合虚拟的做法，回避掉争议比较大的电竞暴力问题。像是赛车自行车呢跟铁人2项等等的比赛，就是在模拟汽车、飞轮还有这个跑步机上面搭配萤幕和地图，利用设备呢来设定坡度、阻力等等条件，在室内呢让选手达到长距离耐力赛的比赛条件。而至于跆拳道呢，选手们会去带上这个 VR 还有各种穿戴式感应设备，在没有实际碰撞的情况之下，在虚拟世界里面一决胜负。最后呢，在今年的巴黎奥运期间呢，国际奥委会经过了投票之后一致通过，正式的成立奥林匹克电子竞技运动会。这个赛事的地位呢，等同于冬季奥运和夏季奥运会。目前奥委会呢，已经和沙烏地阿拉伯的奥会签订了长达12年的主办协议，第1届呢预计会在2025年举办。那虽然这样子看起来，支持电竞进入奥运的人终于得到了最期待的结果，但这个决定却还是引起了一些批评。虽然有不少支持者呢都表示乐见举办电竞奥运的消息，但是因为目前的细节还不清楚很多支持者最大的疑虑是，电竞奥运的比赛项目真的是电竞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奥委会有了坚持不能有暴力元素的原则，前面几次奥运的电竞项目呢都是跟传统体育类型相关的游戏，像是虚拟划船武道自行车等等。在2021年的东京奥运虚拟系列竞赛呢，奥委会为了避免杀人元素还把大逃杀类型的要塞英雄限制成打靶模式来比赛。因此大部分的人推测呢，2025年的电竞奥运里面，热门射击游戏决胜时刻CS 系列很可能都无法出现。当这些电竞界热门的大游戏都无法登台，很多支持者又批评说，电竞奥运无法反映出电竞社群的真正样貌，反而是再一次强化打电动很暴力的刻板印象。另外呢，因为电竞奥运的运作方式跟冬奥夏季奥运会轮流举办的这个方式不同由沙烏地阿拉伯得到了12年的独家权利，因此有些支持者质疑说，奥委会呢无视沙国糟糕的人权记录，收受利益帮他们洗白。他们批评呢，这样子的决策只是贪图电竞产业的利益，并不是真正的想要推广跟支持电竞。另外，随着电竞奥运成为现实另外一个争议已久的问题再次的浮上台面，电竞真的能够算是体育吗？虽然电竞已经要进入奥运了，但电竞到底能不能够算是一个体育项目，是一个长久以来都有争议的讨论。觉得不应该算体育的反对者呢，最常见的主张是体育应该要包含大量的身体运动，可以帮助人强身健体。可是电竞大多是坐着操作电子设备，久坐打电动呢，甚至可能造成上瘾、近视与其他的健康问题。所以虽然电竞选手也很辛苦劳累但他们认为，除非是真的需要身体动起来的体育类游戏，不然电竞呢就跟国际象棋还有桥牌一样，是智力运动项目，而不是体育项目。那针对这一点支持者就认为说，体育不应该局限在流汗还有身体活动，还要看训练团队合作、竞争等等的元素。
而且电竞选手呢需要高度的反应力、策略能力、团队合作跟手眼协调。训练的过程当中呢，选手的心率上升的状况也跟传统的运动相似，所以跟体育项目的差距并不远。那第二点争议呢是针对教育的问题哦，因为体育活动除了竞技之外，也包含了教育的元素。反对者呢认为，如果要把电竞的元素塞进体育课，还可能会影响促进运动的教学目标。而支持者呢则指出说，这两种目标其实并不冲突。学校体适能教育还是可以有运动项目，但额外的纳入电竞的教育，除了团队合作之外，还可以多让学生认识游戏营运啊、设计、美术、音乐，甚至是软硬体的设备知识等等，在当代的教育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而最后一点比较细节的是，反对者认为呢，大部分的运动都是可以自由的参与，没有财产权的问题或是版权的问题。比如你今天打篮球啊，拍篮球影片，并不需要得到任何人的许可。但是电竞基本上都依赖游戏公司的智慧财产权，播放啊还有使用都有一定的限制。因此，如果按照传统体育的模式进行管理哦，不只有图利特定厂商的问题，还可能会引发法律还有营运上面的风险。而针对这点呢，大部分支持者认为这确实是电竞跟体育活动不一样的地方。但是这点呢，可以透过跟厂商的合作来尽可能的降低负面影响。从厂商来的资金呢，也有机会缓解一般运动项目常常遇到的经费不足的问题。上述的争议虽然都还没有共识哦，在很多的新闻下面还是可以看到很多双方支持者的争论。但是随着电竞产业的产值与人气逐年攀升，越来越多的国家与赛事承认电竞是体育的一环。以目前来看呢，电竞成为体育项目的趋势，恐怕也是势不可挡的。因为不管是早期的街机呢，还是后来的这个电脑跟网络游戏哦，打电动这个行为常常都会跟负面的标签连在一起。可是，在发展多年以后，电竞已经证明自己可以是一个发展成熟，并且能够带动巨大经济效益的产业。现在的电竞产业不只是依赖游戏制作还有营运的收入，还包含了比赛门票啊、战队代言、周边产品、各种活动、广告收益，还有电竞直播等多方面的丰厚利润。电竞从附属的休闲娱乐转化成正当的行业活动，越来越多人呢能够靠这个产业生存养家。所以，其实就算不进入奥运电竞产业也已经可以靠自身的力量蓬勃发展。因此，我们觉得电竞争取进入奥运的行动呢，除了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曝光跟资源之外，更重要的一点呢，是为了证明，希望能够洗清污名，让社会能够认可、尊重，还有正视这个产业。所以，虽然电竞是不是体育这个争议还没有落幕，但目前呢，对于电竞入奥运还是有很多不确定的细节。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未来发展会如何，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关注的。好的，那最后呢，我们想问大家，你怎么样看待电竞奥运呢？全力支持这样就能够看到我喜欢的选手比奥运了。比电竞毕竟不像传统运动，在奥运会比的话，怪怪的吧 ？C 没有什么意见哦，反正我平常也不打电动，也不看电竞比赛。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电竞奥运。此外呢，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台湾电竞以及体育改革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Regardez la diffusion des Jeux Olympiques de Chongqing. Oui. 先使申办行动精彩5G HiNet 光时代指定方案，最高享 Hami Video 电视馆首年免费，精彩奥运大开眼界。